马兰站在机场出口的路边，不停地给肖长坤打电话，可是却一直都没能接通。他不见咒骂到这个该死的肖长坤，也不知道死哪去了，一直不接我的电话。肖初然问他妈：“你确定你跟他说清楚时间了？”马兰气恼不已地说道：“我当然跟他说清楚了，他在电话里也已经答应我了，谁知道他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，电话也不接，真是太不靠谱了。”肖初然也赶紧掏出手机，给肖长坤打了个电话，可是电话确实如马兰所说的那样，一直无人接听。他表情十分紧张地说道：“爸，他该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？现在也没到睡觉的时间啊，怎么电话都打不通呢？”叶晨连忙劝道：“老婆，你不要瞎想，爸身体挺好的，能有什么意外？保不齐是睡着了也有可能。要我说，咱们还是先回家看看吧。”对，肖初然非常赞同地说道：“赶紧回家，要是爸不在家里，咱们再出去找找，实在不行就打电话报警。”一旁的马兰非常不爽地说道：“回家？怎么回家？你爸又没开车过来接，咱们怎么回去？”肖初然下意识地说道：“咱们打车回去就是了。”打车？马兰表情十分夸张地说道：“你妈我大小也是个名人，在纽约，在贝德福德山城教所，你妈我可是响当当的头1号人物，我这一路私人飞机都坐回来了，下了飞机你不让我坐劳斯莱斯也就算了，不给我弄个奔驰宝马，还让我打车，我这脸往哪放啊？”肖初然无奈地说道：“哎呀妈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讲究这些？咱们还是赶紧先回家看看吧，到底怎么了最重要。”说着，不等马兰回复，连忙伸手拦了一辆路边的出租车。眼见叶晨和肖初然拉开车门便准备上去，马兰一脸郁闷地说道：“初然，好歹也叫个豪华专车什么的吧，弄得破捷达，多寒碜啊！”肖初然见妈妈这么任性，不禁有些生气地说道：“你要是想坐豪华专车，那你就在这等着吧，我跟叶晨先回去了。”说罢，拉开车门便坐了进去。马兰一见如此，顿时没了刚才的坚持，只能悻悻地坐进了副驾驶。一进副驾驶，他便皱着眉头，捂着鼻子对那司机说道：“我说师傅，你这出租车里怎么这么大烟味儿啊？”师傅随口道：“有烟味儿。”“对呀。”马兰语气不善地脱口道：“全是烟味儿，你闻不出来啊？你那嘴巴上面长的是鼻子吗？”师傅撇撇嘴：“有烟味儿自然是因为我抽烟了啊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”马兰气恼地说道：“你开出租车的怎么能在车里抽烟呢？也太没有服务意识了吧！”那师傅也有些上火，眼睛一瞪，开口道：“那是停车的时候抽的，你上来的时候我也没有抽烟。出租车公司规定我们不许在乘客面前抽烟，我也没违反规定啊。你坐我的车最多也就几十分钟，难道你还不允许我其他的时间抽烟啊？”马兰恼火地说道：“你搞清楚，出租车是你的服务场所，你必须要维持你这个服务场所的干净卫生，还有空气清新，搞这么大烟味儿你还有理了？”那师傅呛声道：“这个服务场所是出租车公司的，又不是我的，我只管开车，你要是有什么不满意的，你去跟出租车公司提意见好了。”说着，师傅不满地嘀咕道：“抽个烟而已嘛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你家老爷们儿不抽烟啊？”马兰白了他一眼，哼哼道：“抽。”师傅接话道：“那不就得了？家里闻烟味也是闻，出来闻烟味也是闻，有什么区别？”马兰不屑地说了2个字：“死了。”那师傅下意识地问：“什么死了？”马兰故意大声说道：“你不是问我家老爷们抽不抽烟吗？我回答你，他抽烟啊，抽死了。”师傅表情顿时难看无比，但还是苍白地辩驳道：“你看你这个女同志说话就不中听，人死了有很多种可能，你怎么就知道他是抽烟抽死的？肺癌。”马兰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他抽烟抽得得了肺癌，转移到了心肝脾肺肾还有脑子，据说连骨头里长的都是。去了医院，医生说他没得救了，最多再活3个月，结果没1个礼拜就挂了。我就把他的遗体捐给了医学院，让那些医学生拿他开膛破肚练练手，也算是为社会做点贡献。”说着，
马兰感慨道：“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那医学院的教授说，我家老爷们儿那2个肺抽烟抽得比煤还黑，一打开肚子就能闻到那股又腥又臭的烟味儿，差点没给那个老教授当场熏死。2个肺割掉，皮儿出来，就跟那刚熏出来的猪肉似的，啪嗒啪嗒的直往下滴油，那可都是烟里的焦油啊！你自己说，他是不是抽烟抽死的？”那师傅听到这话，表情像吃了一只带有剧毒的苍蝇，真是又恶心又害怕。马兰见他表情十分难看，也不搭话，便忍不住嘀咕道：“哎，你说这癌细胞确实厉害啊，肺都抽成焦炭了，癌细胞还能越长越欢实，那生命力确实顽强，感觉就跟那个朽木上头反而能长出一大堆木耳似的，有点意思。”师傅心说：“这能有你妈什么意思？你这死老娘们说的这叫他妈的什么烂比喻？怎么他妈的这么膈应人呢？”叶晨坐在后面，心里也是无奈至极，暗忖我这个丈母娘真的是睚眦必报。老丈人只是没开车过来接他，结果真的是拿起嘴来，他就在出租车司机面前咒老丈人抽烟抽死了，还被医学院的学生拿去开膛破肚，这张嘴也真的是没谁了。萧初然也是气得难受，他就坐在马兰的后面，听马兰那么咒骂自己的爸爸，心里自然是有些无法接受。可是他又不好当着出租车司机的面戳穿马兰的谎言，因为那样恐怕会让这位出租车司机怀疑人生，于是便只能在后面用力地咳嗽了几声，以示提醒。马兰听到萧初然咳嗽，自然知道女儿这是什么意思，不过他心里正生着萧长坤的气，也顾不得女儿女婿在场，继续跟那司机说道：“师傅啊，你刚才说的对，抽烟这种事其实很正常，抽出个肺癌来也是顺理成章嘛。你呀，就放心大胆的抽，反正人生在世，不就是活个痛快吗？”那师傅表情尴尬，支支吾吾的说道：“嗨嗨，这个抽烟嘛，确实有害健康，这个能少抽啊，还是尽量少抽。”马兰笑着问那司机道：“师傅，你这一天抽多少烟啊？”师傅尴尬的单手握着方向盘，另一只手挠了挠头皮，没底气的说道：“我这个稍微多一点，一天嘛，大概也就是个是1包多一点。”马兰点点头，随口说道：“差不多，我家老爷们儿走之前一天1包半，结果30出头人就没了。”说完，他看向那司机，好奇地问道：“师傅，我看你也有个40-50岁了吧？”师傅讪笑道：“我52了。”厉害！马兰竖起大拇指，认真道：“你这行，你这够本了，咬咬牙再坚持10几年，就活我老公1倍了。”师傅此时的表情已经比哭还要难看得多了。马兰这时候不禁感慨道：“其实你说的人活那么久有什么意思呢？我家老爷们走得早，什么心也不用操，不像我又当爹又当妈。有时候我就想啊，其实还不如走的那个人是我，那我就早死早超生，早走早解脱了。”师傅瞥了一眼汽车中控下面的置物台，瞥见里面有1包金陵牌香烟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萧初然有些忍无可忍，便在后面拍了拍马兰的座椅靠背，气愤不已地说道：“妈，你怎么还没完了呢？”马兰回过头来，正义感十足地说道：“初然，我这是强忍着对你爸的思念与悲痛，用你爸的亲身案例，好心来提醒这位师傅注意身体。要是他听了这些话，能把烟戒了，哪怕只是以后少抽点，多活几年，你说我是不是也算救了他一命？”说着，马兰摆摆手：“算了，咱就不是救他一命了，救他半条命，1/4条命，不为过吧？人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你妈我这也算是给自己积点阴德不是？”萧初然气愤地质问他：“那我爸呢？你这么说我爸就不怕损阴德啊？”马兰一脸认真地说道：“他死都死了，我说说有什么不可以的？”萧初然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妈，再这么说就太过分了。”马兰见萧初然确实很生气，于是便连忙说道：“好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还不行吗？”说完，对那司机道：“师傅，你啊，以后该抽抽你的，别把我刚才说的那些当回事儿，你就当我在跟你逗着玩。”
师傅嘴角抽动几下，尴尬地说道：“啊，那个，好的好的。”随后这一路，马兰似乎已经发泄得差不多了，一句话也没再说。叶晨和萧初然也因为这种尴尬的氛围，没再说话，一路无言。半个多小时后，出租车在汤臣一品别墅区门前停下，叶晨付了钱，三人便下了车。那司机见三人走远了，一把抓起那半包精灵烟，顺手便丢出了窗外，嘴里骂骂咧咧地咒骂道：“去你妈的，以后再不抽了。”叶晨进门之前，余光瞥见司机窗户里扔出一盒东西，微微一怔，冥冥中似乎听到一个声音：“马兰，功德加100，目前功德余额负10万08千。”本期视频结束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。